这里是游戏废土，文明堡垒的世界，到处是极端事件和恐怖天灾，生命受到威胁，文明走向衰落。玩家需通过搜集、交易，甚至掠夺获得物资、情报和图纸等，建立起自己的藏身处，登顶全服藏身处排行榜，重新燃起文明的火光。而我就是常年全服排行榜第1的余温藏身处的幕后玩家。可是我虽然爱玩，但没想过要穿到游戏里面。现在又不是游戏，死了就是死了，我可只有一条命了。请尽快确定藏身处地点，开启藏身处管理功能。一条不超过50字的信息需要花费10生存点，您目前的生存点是0。这次补充的新人应该进游戏了吧？怎么还没建好藏身处？也不知道出生在什么区域了。希望别抽到城市街区或基地这种死亡地图。先说好，这次的新人谁都不许和我抢。我要挑战 S 级评价和文明碎片。别提了，前几天差点让街区暴徒把我扬了，竟然有改装装甲车，真离谱！我也是，之前遇到暴徒骑士出行，差点吓死。新人谁抢到谁入侵，可惜新手保护期还要等1个月。先离开这里吧，得尽快找到藏身处。地铁站、停车场、防空洞，这些地方怕是早被占领了。下水道有了。是否将该位置设定为藏身处？藏身处正在建造中。恭喜你，藏身处建造完成，请尽快确定藏身处名称。恭喜你，余渊藏身处加入排行榜，目前名次为10000名，奖励100生存点。检测藏身处建造完成，玩家余渊被命运关注，获得命运卡牌。命运的所有馈赠都早已在暗中标注了价格。之前游戏里有这东西吗？选择馈赠后，作为代价将抽取一张命运卡牌，请谨慎选择。一般来说应该选食物吧，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或许情报才是最重要的，就选报价好了。破旧的报价已放置在藏身处，请自行查看。本次命运卡牌杀戮卡，品质岩10级，玩家2天内必须杀死1名人类，否则玩家死亡。温馨提示，人类嘛，也不一定非要是敌人。抽一张卡就要听他的话杀一个人，这就是得到馈赠的代价。算了，先看看藏身处吧。这么多可建造的设施，无法建造，全都需要物资了。食物和水也必须在今天解决，等明天身体状态下降，想找物资就更难了。根据聊天频道得到的信息以及暴徒枪战激烈程度，想要获取物资，只能在夜晚行动。时间紧迫，只能希望报纸上的消息能派上用场了。今日14点45分，东城13区费伍德街道48号梧桐公寓发生枪战，并在城区进行追逐，共造成8人死亡，7人受伤。梧桐公寓是暴徒监狱设立在东城13区的监控哨所，被黑盾警察署突袭摧毁，缴获所有物资，并在401、402门口放置了半雷陷阱，但仍有少量物资遗落在408、503、506房间。公寓被附近流民标记，他们会在深夜后进入探索。幸好选了报纸，或许命运的代价也可以一起完成了。看来这里就是梧桐公寓了，当时的枪声就是从这里传来的。刚进游戏第1天，竟然就要直面这些。那是什么东西？不错，没想到还能捡到一把狗腿刀，总算有防身武器了。得快点了，我必须尽快找到物资。401、402，这是警察署布置的半雷陷阱，先不管这个，太危险了。406、407，就是这里了。这下终于有远程武器了。隐藏条件触发，开启城市阴影称号路线，生存点加1000，获得优秀称号街区老鼠，达成稀有成就崛起之路。恭喜获得100成就点。
街区老鼠称号发动中。不好，有人来了。要是你去找戴锁的房间，我和猴子检查其他地方，从下往上搜索。要是再有其他人来，别犹豫，直接下死手。等回去，刚抓到的那个娘们儿，让你们玩的尽兴。果然一直有人盯着这里，这也是个机会。他们并不知道哪里有物资，只能扫楼。我必须抢在他们前面，将506房间的物资带走。这么快就到3楼了？对了，他只找上锁的房间，上锁的房间，或许能借这个机会把503的门打开。命运卡牌消除成功，命运点+1，检测到杀戮目标具有价值选项，是否掠夺？需消耗1命运点。难道还能掠夺他的技能？命运点减1，获得技能开锁普通。杀戮卡还有这种效果，现在还没到庆祝的时候。这些东西一次性也带不走，看来还是要用这招啊！是否花费1000点生存点加入废土淘淘洞？我现在总共才1100生存点，算了，迟早都要开，早买早享受。恭喜，鱼渊藏身处加入废土淘淘洞，现在你可以与其他玩家进行交易了。上架成功，对偿上架时间为12小时，请注意交易时间。居然成了，那就把这些全都拿走。床上用品和洗发水都上架了。当前上架数量已满，是否花费2000点生存点升级到2级权限？怎么还有数量限制？那你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我给你升级成超级会员啊？算了，这里竟然有20多袋的豆奶粉。系统竟然真的让我学会开锁。恭喜获得手摇式照明收音机，恭喜获得车载急救包。果然风险越大回报越大，这趟真是来对了。发现高价值物资，藏身处设施全新优化路径。这是图纸。那2个人来了，这么快？钥匙你在不在？行了，估计在楼上，我们上去看看。好，听彪哥的。他们2个找不到钥匙，肯定还会回来。现在跑，外面那么黑，还有那么多拾荒的人，他们就再也抓不住我了。不对劲，太安静了，竟然在下面。彪哥，这狗东西果然出来了，找到你了。狗东西，你快跑吧！不跑给你当活靶子吗？对了，打雷陷阱是什么？看你往哪儿跑！杀了我2个兄弟，身上还带着这么多物资，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可是已经一枪杀了10几个人，竟然跑到4楼给我当靶子。要是你主动把物资交出来，我还能给你个痛快。这里怎么回事？这是发生什么了？糟了，有点耳鸣了，幸好有墙挡着，不然估计我也会变成这样。刚刚动静太大了，肯定会引来很多人，这里不能久留。这么快就有流民过来了，他明显比彪哥更难缠。朋友，我们在这里僵持，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个背包里的东西你带走，就当见面礼，如何？可以，不过我需要那个。是给女朋友或小孩的，可以，但最多给你10包。好，可惜没机会干掉他。这才是第1天啊！藏身处排名结算中，
当前藏身处排名为9859名，上升了检测到玩家141。通过交涉完成一场谈判，解除危机并安全撤离，领悟优秀级技能，说服奖励200竟然连生存人心都能点。操控，那以后必须要更加小心了。对了，晚上在梧桐公寓触发了称号路线，是游戏隐藏玩法吗？那其他人又获得了什么样的称号？想来也是，玩家之间存在竞争，排名提升是一把双刃剑。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通道，同时，别人也知道了。于渊不是几个小时前进入废土的新人吗？只过去几个小时，排名就升到9859名了。大佬，分享一下经验，你是开发出什么稀有路线了吗？那些本就将我当作猎物的老玩家，必然会因为这次变故，对我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等新手保护期结束，估计会有很多人准备掠夺我的资源。整理一下今天的收获吧。今天最大的收获，还得是这个。果然还是得有枪在手，才有安全感。这是什么东西的图纸？我也看不懂啊。论被动式地热通风管道对地下建筑、节能建筑的应用，品质、稀有，可优化藏身处通风管道结构，自动调节室内气温。这个图纸效果不错。是否将图纸添加进优化路径？藏身处通风管道优化路径已添加，请先将通风建造至3体。果然还是得从最低级的做起。算了，就把这个管道当做目前的目标吧。这是彪哥的钱包，0813。不知道是什么酒店的房卡，和不知道能开什么东西的钥匙，还是粉色钱包。怕是彪哥抢来的吧。现在差3个木材和2个荷叶就能升级大门，还差1个瑜伽垫和1个水桶，休息区和厕所也能安排上了。去废土淘洞看看好了。1个水桶200，瑜伽垫500，定价这么高？难道说是根据物资获取难度来决定价格多少？这样就好办了，我可以直接以物易物换取需要的物资。天哪，这是哪位大佬啊？雪茄大佬提前放卷烟了。这次上架的都是精品香烟。精品香烟一般只有城市才能找到吧？精品香烟，哼，只要这片野生烟草不出问题，烟草就是我的独有资源。城市如果那么容易生存，那么多排名前列的家伙就不会一个一个信心膨胀后消失了。你们说会不会是下午那个新人？他一下提升那么高的排名，肯定是搜到很多物资了呀。于渊藏身处，是不是你啊？苔藓小屋，我在聊天频道见过这个名字挺多次。有人说他是专门骗新人的，每次我出来就看到他拱火，这是盯上我了呀！一群蠢货，难道你们问我就会说吗？检测到建造材料充足，是否建造破旧大门？卫生间和休息区也可以一并建造了。通风集水器照明区域解锁，照明1级蜡烛建造完成。今天终于结束了，原来是梦。报价应该刷新了，是额外的道具，居然是这里的地图。是否消耗200生存点购买该情报物品？肯定要买。恭喜获得绿森市东城街区地图。以梧桐公寓为锚点，就能看懂地图了。街区新闻：暴徒监狱通过在13街区的内应被黑盾警察署摧毁。对于这种挑衅行为，决定给予反击。暴徒监狱劫掠队计划于明天傍晚19点30分，在陆地酒店对黑盾警察署执法队进行伏击。此次行动危险等级是中级，昨天才是低级啊！离我不远，而且附近有一个下水道井盖，可以在里面浑水摸鱼捡点东西。竟然还有娱乐板块，因酸雨腐蚀围栏，部分动物逃离约翰克动物园。这么快就有玩家被淘汰了？最近的暴徒势力侵略性很强啊，这已经是半个月来第3个被他们干掉的玩家了。最近经常看到暴徒势力出现，每次都提心吊胆的。你们说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毕竟我们之间区域并不相同，怎么暴徒会全都出现变化？区域不互通，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昨天那个新人大佬吗？淘洞搜索编号21563，称会50生存点。废土玩家虽然在同一频道里聊天，但其实世界都是独立的。文明碎片可以让自己的世界解锁稀有路线，而获取它的唯一方式就是发动玩家掠夺战争。新手保护期结束，别的玩家就会入侵我的世界。看来我现在能依靠的
只有命运的馈赠了。食物和灯都不缺，定位手表可定位自身所在位置，并指引藏就这个吧身处方位。本次命运卡牌纵欲，玩家2天内必须放纵1次原始欲望，纵欲目标不要被性别和物种所限制。拿到了定位手表和5年前的地图，很容易就找到水利局了。但没想到下水道地图这么难找。找到了，恭喜获得绿森市战备防空避难所下水系统进攻总图东城篇，品质青铜。这样一来，就算下水道一片黑暗，但只要我按照光标的指引，就不会出错。从现在开始，下水道就是我的主场。检测到鱼渊藏身处超号路径获得重大进展，玩家称号急需老鼠获得强化，达成稀有成就街区的背面，获得成就点200点。看来这一步走对了。谁都知道城市区域是一块宝地，但是大家都因为暴徒的存在而对城市避之不及。可每个东西都有影子，城市的影子就是下水道。如果说城市地面是暴徒统治的事情，那这座城市的背面已经对我开放了权限。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间局长办公室搜刮干净了。这些都先上下卖着，换成生存点。废土淘淘洞到账4000生存点，废土淘淘洞等级提升。这样就能把咖啡机和研磨机都带走。这个锁太复杂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越是难开的锁，最后获得的奖励也越好。成功破解优秀级锁具，开锁技能等级提升，目前技能等级为优秀。锁具竟然也有等级划分，看来开锁技能的潜力比我想象的要大。发现高价值物资，水务中心对城市住宅房屋水渗透的改造建议议案，品质优秀。功能藏身处具备防水反渗透效果，耗水量减少20%。论海水淡化对家庭用水的优化可行性议案，品质优秀。功能海水淡化，并获得特殊资源海盐。虽然我不缺海盐，但也是一个新的资源获取途径。集水器建造优化路径已添加。卫生间安保墙壁建造优化路径已添加。下水道异常生物调查报告。连日来，第10街区下水道维修工作人员看见异常巨型生物，经调查发现多处大型生物活动痕迹。根据现场残留毛发样本鉴定比对，该生物疑似鼠类。废土降临前就能被称为巨型老鼠，那得多大的体型？看来以后在下水道活动要注意了。在开锁上浪费太多时间了，必须快领回藏身处了。不对劲，应该被人动过了。对不起哥，我错了，别杀我。糟了，有人来了。怎么回事？老大，里面死了3个流民，身上都有枪伤，其中一个脖子被砍了一刀，下手很果断，手法不像是流民。怎么说？流民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物资，哪怕自己用不上，也绝对不会留给别人。但现场武器、物资都没拿走，而且战斗手法干净果断，这不是流民的习惯。那会不会是暴徒监狱，或者其他势力的人？我看着不像，但伤口看上去和暴徒监狱的库克里短刀很像。聪明的老鼠。这样探索太危险了，被发现的概率太高。现在最关键的是，这张卡究竟要怎么修？实在不行，就只能随便抓一个流民了。中世纪海盗如何解决生理需求？同性伴侣、劫掠、豢养动物，这也太荒唐了吧！等下，绵羊，我可不想喝一只羊。对啊，附近还是有女人的。这应该就是之前彪哥他们说的刚抓到的那个女人，时间只过去了1天，大概还没死。水费单上有地址，顺着这个地址找过去，就能找到这个女人的家。坎奇洛大街68号。救救我！
没人。难道我猜错了？那个女人不是在这里被抓到的？原来在这儿。到现在猴子他们还没回来，肯定是遇到硬茬了。现在你还有这些物资都是我的了。虽然早已见识到废土世界的残酷，但没想到这个世界里的人性已经扭曲到这种程度了。他人都这样了，还笑什么看？如果非要让我选，那我宁可去抓羊。既然我救了你，那我拿点你们家的物资作为回报，不算过分吧？这个是你的东西吧？刘明我帮你杀了，包括那3个外出的。我不建议你死，只有活下去，才能将你认为该杀之人都送进地狱。用10根腌换了30公斤的青草做诱饵，总算抓回来一只。但是真的要跟一只羊，还是算了。之前熬夜打游戏吃了1个月的泡面，来了这里之后，连泡面都吃不上了。现在看着他脑子里全是烤全羊，根本一点想法都没有。今日报纸已送达，请查收。住于坎奇诺大街7号的工匠师马希尔最近很苦恼，他现在处于全封闭的实验室中，忙着最后的研究攻关，2天后才会离开实验室，外出寻找物资。他的研究已经到了关键阶段，但生存资源仅能维持不足1周时间。根据绿森石命运气象局预测，台风不休星已于今日4点18分在对浪海域生成，预计将于明天凌晨3点48分在绿森石登陆。绿森石将在凌晨12点钟出现大暴雨，需注意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影响。危险等级高，距离台风登陆还有21个小时。先把能升级的升级一下吧。台风的危险性太高了，还是得先确保藏身处的安全。从梧桐公寓搬来了沙袋和床板，这些应该差不多足够了。建造不锈钢防水门的这些材料，蒙娜家里都有。看来要再去一趟蒙娜家。虽然上次给他留了食物，但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能挺过去。尸体上多了很多新伤，估计他泄愤之后就带着费德蒙和孩子走了吧。走了也好，这些速干水泥我就收下了。总算将这个出口堵死了。封死出口是第1道防水工事，第2道是防爆沙袋筑起的高墙，即使有雨水渗透也能阻挡。最后一道就是刚刚新建造的不锈钢铁门。稍微睡一下，一会儿还要去暴徒袭击的现场，距离报纸上写的暴徒袭击还有15分钟。天已经彻底黑了，正好方便一会儿捡东西。这才是终极的危险等级。好机会。恭喜获得户外扭进步登山包，品质优秀，60升的优秀品质背包，里面还有军用口粮、罐头，还有不能留在这里了，还是回到藏身处再看吧。他们这个混蛋，还有暴徒监狱，故意让我去送死是吧？你们2个都给我等着！什么人？闭嘴！我问什么，你答什么。黑盾警察署和暴徒监狱的据点分别在哪？快说，不然你的脑袋就要分家了。我说，就在第1剧区，东郊城外的索伦监狱，2个都在这。汽车的事，警察署的人来得这么快？好大的风，这天气感觉不太对啊。老大，少说废话，汇报情况。制高点已经被我们占领，遇袭的是弗里斯执法队，基本全灭，但还没有找到弗里斯执法者的踪迹。弗里斯，
弗里斯这家伙相当谨慎，他不会冒险的。如果遇到危险，绝对会第一时间逃走或隐。老大，弗里斯执法者是劳里斯指挥官的弟弟，如果这次真出了意外，行了，这不是你该操心的。卡门，是弗里斯的部队遇袭了。对，现在还没找到他的踪迹。那还等什么？都赶紧给我去找啊！找不到弗里斯，我看你怎么和劳里斯指挥官交代。行了，先别说这些了。找不到弗里斯，我们3个都要倒霉。报告，我们找到了弗里斯执法者的尸体，致命伤在脖子，一击毙命。这下麻烦了，卡门，你的侦查能力最强，要不还是你调查一下。谁发现的尸体？是我注意到有一处井盖被炸掉了，露出下面的下水道，就猜测弗里斯执法者会不会掉下去了。随后就在这里看到了他的尸体，下水道。这个人胆子真大。来吧，告诉我他是谁？果然就是于渊，我就知道这家伙不简单。短短3天交易的香烟总量已经高达40多盒，他手里掌握的物资绝对不是小数目。如果我能抢来，不行，这家伙进入废土1天时间，排名就连胜501名，很可能和我一样开启了特殊路径。保险起见，还是让其他人探探路吧。偏偏这家伙狡猾得很，根本找不到他的位置。我得想个办法。现在已经把2个出口都封死了，把捡来的包里的设备以物换物，足够让卫生间升级成淋浴间。1级发电机和2级通风也都建造完毕。随着发电机建造完成，还解锁了节能灯。不愧是室内顶尖的势力，一个小冰包里都有这么多东西。当然，这次最大的收获是这一套优秀品质的装备，还真是要谢谢那个秃子。怎么又开始了？每次都是于渊藏身处排名提升后，就会有香烟上架，而且他从来没有否认过是他放出的香烟。分享一下经验呗，就连雪茄藏身处都找不到这么多烟。这个苔藓小屋这几天一直在社交里带节奏，还时不时就提到雪茄藏身处，明显就是在给我树敌。但他到底图什么呢？算了，现在有了这么多装备，1个月后新手保护期结束，应该不会那么被动。劳里斯指挥官来了。你很紧张？没有。那你告诉我，弗里斯怎么死的？报告劳里斯指挥官，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弗里斯在暴徒监狱发动袭击时落入了下水道，随后被躲藏在下水道的敌人袭击。你觉得这些我看不出来吗？你说弗里斯是怎么死的？报告劳里斯指挥官，目前猜测袭击弗里斯执法者的凶手可能是暴徒监狱。根据现场对弗里斯执法者伤口检测，凶手持有的武器应该是暴徒监狱自制的库克里短刀。另外，我怀疑这次袭击还有燃烧堡垒参与。听说黑费维克托急需一副健康的肺部，并且在现场发现很多燃烧瓶爆炸的痕迹。燃烧堡垒掌握的资源也正是燃油。听说你抓到一个暴徒监狱的人，给我送来吧。好的。老大，那个俘虏已经让人给指挥官送去了，能撬开他们的嘴吗？做好你的事情就行。袭击弗里斯执法者的，真是暴徒监狱的人吗？昨天在水务中心。闭嘴！昨天的事一个字也不许提。我知道，老大。行，老鬼，这里你看着。没想到那个家伙居然会将弗里斯干掉，真是意外之喜。或许以后可以利用一下。该来的终究要来了。6点前如果消不掉纵欲卡，我会死，只能这样了。本来以为这次出去能在外面捡到一个女俘虏之类的，结果只遇上一个秃子，莫名其妙来到这个世界，没几天就已经无数次跟死神擦肩而过，真是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命运卡牌原始级纵欲卡消除成功，命运点+1，这就结束了。检测到纵欲目标有转化价值，是否转化？命运点减1，获得奇珍咩咩。常规状态下，咩咩以羊的形式出现，骑乘、战斗、产出资源。装备则是以纹身的方式，
装备在拥有者身上可以获得属性加持。竟然还有这种意外之喜，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情报卡牌内幕，使用该卡牌将获得一条与指定事件相关的内幕消息。报价本就是命运卡牌的馈赠，现在又出现了一张情报卡牌，也是时候抽新的命运卡牌了。衣服和蔬菜都能在淘淘洞上买，还是这个资源回收垃圾桶比较有用。奢靡卡，玩家需2天内消耗物资大于等于5万生存点，5万生存点，否则玩家死亡。就算我现在把物资全部卖了，都不一定有5万生存点。先看看能不能获取一点有用信息吧。暴徒监狱为报复警察署与燃烧堡垒达成合作，用20个奴隶交换一车燃油和其他物资。黑盾警察署这边正在内斗，指挥官老克带来了暴徒监狱与燃烧堡垒合作的情报。劳利斯对害死他弟弟的卡门怀恨在心，指派索达在这次任务中让除掉卡门。那这应该是我唯一获得5万生存点的机会了。解决了生存点的问题，该去哪奢靡一把呢？有了。别过来！别开枪，我是费德蒙的朋友。说实话，费德蒙和他的孩子都死了，我只来得及救下他的妻子。什么？费德蒙死了？我看了他的笔记，知道你是他的工匠朋友，觉得你很有潜力，想要投资你。投资我？投资我什么？我给你提供物资作为回报，你的研究成果要和我分享。好啊，那你明天晚上来给我送东西吧。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就算有说服加成，也过于顺利了。可以出来了。谁来了？娜姐，你的救命恩人。他虽然救了你，但是满口谎话，真的值得信任吗？马歇尔，不要因为我影响你的决定。再过1-2天，我就会离开这里。可是现在外面太危险了。他说的对，我必须要将那些人都送下地狱。终于把台风耽误的进度补回来了，厨房升级到2级，也可以做一些简易的食物了。又来了一张卡牌，思潮卡牌可唤醒目标对特定人物的恐惧，埋下破除恐惧的种子。燃烧堡垒已经跟暴徒监狱在斯普罗公园碰头了，不仅提前了3个小时，还换了位置。今天内幕，暴徒监狱用奴隶与燃烧堡垒交换燃油，但真正目的是交易一名符合器官移植的供体。为此，燃烧堡垒要帮助暴徒监狱清除警察局的资源，而暴徒监狱要帮助燃烧堡垒拿下绿森海斯1号海上油田，完成东层次的掌控。幸好有内幕卡，不然估计会和警察署一起中埋伏。这是消掉奢靡卡的唯一机会，不管怎么样，我都一定要去。真是完美的工体。听说是暴徒监狱昨天才抓到的新鲜货。华洛大人，这么点小事，您还亲自过来一趟？原本我是不打算过来的，要不是……算了，现在重要的是完成这次交易。应该就是这里了。那个人，竟然是他！这双眼睛是那天晚上抢我豆奶粉的人。看来，他就是报纸上提到的工体。就是现在。不对，只有6具尸体。你到底……这衣服是好东西，得拿走。至于他，虽然我之前决定有机会就杀了他。为什么救我？还不走？不过只有他活着，才能把水搅浑。这么多物资，得赶紧给马歇尔送过去，好消掉这张奢靡卡。咩咩，装备。卡门，你不是很狂吗？怎么现在趴在地上了？白痴，你杀了我，等回去后，老克指挥官难道会放过你？我现在是劳利斯的人，难道老克还会为了你跟劳利斯翻脸？看衣服，这2人都是指挥官。劳利斯已经盯上我了，而他是劳利斯的敌人。再见了，卡门。
穿着执法者套装出现在下水道，难道他是杀了弗里斯的那个人？卡门执法者，我劝你别动。现在我需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弗里斯的安全屋在哪？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14街区有个相好，是一个叫夜莺的流民组织的首领。这个流民组织在哪？一个歌剧大楼，不知道具体位置。动手吧，给我个痛快。系统对卡门使用思潮卡。思潮卡牌激活成功，思潮对象卡门，恐惧目标劳利斯。你不杀我，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为什么要杀你？给你个忠告，暴徒监狱的目标是整个东城，铲除黑盾警察署是他们的第一步，回去准备迎接你们的战争吧。被恐惧打败，或者打败恐惧。卡门执法官，你不要让我失望了。这么多工具和食物，你确定都给我吗？不是白送，你做出成果要回报我。等我一下，我给你拿个东西。收了回礼，应该也能消卡吧？这个是我之前做的成品，送给你。对了，你帮我看看，这个是哪个酒店？这是奥莱斯酒店的标志，但我劝你别去。这个酒店所在的地区被一个武装势力统治，他们占据了约翰克动物园，酒店就在动物园旁边，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我知道了，等你的研究出结果了，就在外墙上画一个圈，我看见了就会联系你。于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真的能信任你吗？首领，请您原谅这次的事，我会负责。2个执法者就在你们眼皮子底下跑了，燃烧堡垒的物资全都凭空消失，还死了一个火焰祭司。你告诉我，你要怎么负责？最麻烦的是给黑费的工体丢了，准备好新工体，我亲自去跟燃烧堡垒解释。你不能去，我们出了奴隶，丢了物资，谁知道是不是燃烧堡垒的人在玩黑吃黑？是我们要求燃烧堡垒袭击警察署，也是我们要求在公园交易。现在燃烧堡垒的物资和工体全部失踪。如果你是维克托，你怎么想？你是说维克托会以为是我们动的手？起码在他眼里，我们就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受益者。抢物资的肯定是警察署的人。等我安抚好维克托，一定把泄露消息的老鼠抓出来。恭喜领悟战术祸水东引优秀。功能：当自身与其他势力或个人发生冲突将迎来祸事时，经过有意诱导设计布局，有60%的概率将祸事嫁祸给第三方势力或个人。果然把那个男人放走是对的。现在燃烧堡垒暴徒监狱应该已经开始互相猜忌了。命运卡牌岩石及设密卡消除成功，检测到可转化物品是否转化。恭喜获得奇珍星空之剑。虽然泛用性比不上咩咩，但用5万就能消掉一张青铜品质的奢密卡，还不错。恭喜获得逃生通道火焰喷射器建造路径。在新手保护期结束前，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把这2个做出来。藏身处的安全算是有保障了。从燃烧堡垒的人身上搜出来的图纸都是跟火有关的，不出意外这件衣服也一样。恭喜获得火焰祭司长袍稀有，可惜穿不出去，穿这个跟大喊我就是杀死火焰祭司的凶手有什么区别？对了，我记得现在可以建造制作台了，说不定可以把长袍做成2件内甲。没有裁剪衣服的选项，但居然可以做子弹。算了，有时间去问问马希尔有没有认识的裁缝朋友吧。这时，我们根据汽车旅馆外断桥处的车辙痕迹，一路穿过装卸区和仓库，追踪到了吕森市东城区。但因为台风，所有车辆踪迹全部消失。今天，我们找到了他们被洪水冲走的车辆。根据推测，那群掠夺者应该就在东城第8、19、10、15 4个街区当中。原来他是来追人，恰好遇上交易才去撑撑场面。奥莱斯酒店0813号房，果然还是应该去一趟。根据报纸上的信息，今天晚上极光动物协助会
派出大部分兵力对12街区的流民进行围剿。那些流民只是杀了2只狼，就派出这么多人去围剿。动物协助会比我想象的还要极端，看来得小心点，不能让咩咩被人看到。果然整个酒店都被洗劫过了，但还有些酒店设施没被搬走，让我白捡了20多个灭火器。这可是火焰喷射器的关键建造材料。跟房卡放在一起的钥匙，应该就是来开这个的。这是巨型老鼠的调查资料，关于约翰克动物园异常现象的初步评估报告。根据92天的隐秘调查，可以确认约翰克动物园已经被一个名为极光动物协助会的组织操控。该协助会通过向动物注入激素催化剂和芯片，让动物变得异常巨大，并听命于他们，以探明 B1、B3 区为动物活体实验区。建议委员会对动物园和协助会进行摧毁。另感谢东城警察署高级警督劳利斯先生提供的关键性证据。触发关键节点，历史，吕森氏背后的秘密，成就达成，历史的回响。极光动物协助会，劳利斯在水利局看到的巨大老鼠，这中间一定有一条线将它们串联，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协助会的人回来了？这是某种宗教仪式。糟了，他发现我了！想吃我，我崩掉你的牙！虽然昨天差点被鸟杀了，但这趟也有不少收获。在达成历史的回响成就后，奖励了200生存点不说，排名还上升了150名，比当初开启称号路线时上升的还要多。这背后一定藏着大秘密。算了，现在哪有时间找什么秘密，先活下来再说。看看今天的报纸吧，又刷新了额外道具——绿森金融中心塔建筑结构图纸。在第6街区这个地理位置，应该能直接观测到警察署，倒是不错。街区生活新闻：尼克现在很苦恼。自从几天前他们在首领的带领下偷走了汽车旅馆客房中的物品后，他们就倒霉不断。先是遇到台风，一辆车被洪水冲走，车上3人失踪。随后躲避台风时又有4人受伤。已经来这里3天，但首领坚决不让他们离开超市范围。晴晴，你在夜营等我，我一定会去找你的。汽车旅馆的物资，那不就是燃烧堡垒丢的东西吗？原来那个火焰祭司是来追血手党的，感觉可以把这个物资抢过来。伤好的差不多了，也是时候再抽取一次命运的馈赠了。1立方米的储物空间比淘淘洞方便多了，还能变换形态。魔术师的礼貌已更名，魔术师的指环。本次命运卡牌征服品质岩石系，玩家2天内必须征服一个10人以上的组织，否则玩家死亡。温馨提示：如果不能在精神上臣服，那就在肉体上消亡。肉体上消亡，也就是说全杀光也算是征服。现在要做的就是探探这个血手党的底细了。总算是跑出来了。这次离开大半个月，不知道晴晴想我了没？你是尼克吗？我是尼克。大哥，你找我什么事啊？偷了我们的东西就跑，你说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汽车旅馆的事真的不是我做的，都是我们首领的主意。我就是个开车的，跟我没关系啊。把你们的驻地武装情况、作息全部告诉我。我全都说。总共16人，晚上11点开始休息，但是武装程度不高，携手党的人数不多，
不能放跑任何一个人。趁他们休息还没反应过来，直接把这里炸了吧。5分钟足够我找到燃烧堡垒的东西了。有敌人入侵！这个就是燃烧堡垒的物资。把东西放下！命运卡牌岩石级征服卡消除成功。昨天没有搜查这里吗？没有，我们搜查的是旁边的街道。上去看看空气中的味道。老大，这是我们的定时炸弹。老家还有其他兄弟来过这里。是之前袭击华洛祭祀的那群人。所有人给我仔细搜，不要放过任何线索。这是黑盾警察署的执法者套装。监狱长、副监狱长，1小时前第10街区传来剧烈爆炸，掠夺者组织血手党全部被杀。另外，现场还有火焰骑士出现的痕迹。有什么证据吗？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摩托车车痕。最重要的是，现场发现的爆炸物残骸和之前燃烧堡垒提供给我们的一致。我们前2天丢失的物资里，也有25捆定时炸弹吧？你的意思是，这次的爆炸还是上次那伙人干的？这个先搁置，你吩咐下去，尽快查清楚这些火焰骑士的目的。难怪上次我们与燃烧堡垒交易时，会突然出现一名火焰祭司。看来今天这些火焰骑士才是火焰祭司抵达这边的真正目的。战术祸水东引发动成功。不枉我故意留了点线索给他们。检测到征服目标具有价值选项，是否掠夺？又有价值选项了。命运点-1，获得空置的房间，可在藏身处外建造一座安全屋。安全屋，我记得建造逃生通道就需要一个安全屋，现在只差一个逃生密钥了。隐藏条件触发，开启奇物长街称号路线，开启奇物排行榜权限，获得称号窥视之眼，成就达成奇物典藏加稀有，当前藏身处排名8599名。这钥匙竟然来头这么大！通过这把钥匙，打开任何房门都会进入北部荒野汽车旅馆主客房。有了这个以后，出去搜索物资的安全性提高不少。窥视之眼发动中，开启灵性视觉。注视目标生物时，有概率看破弱点。添加优化路径及物攻防，奖励图纸灵性收集器。就知道不会这么顺利。恭喜获得跑步发动机建造路径。确实是时候提升发电机的等级了。至于这张图纸，总觉得缺少了一半，或许等找到另一半图纸就能看懂了。现在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应该都会把目标放到警察署身上。绿森市很快就要乱起来了，我也应该抓紧时间继续提升藏身处了。这个种植槽应该可以搭配垃圾桶，以后就可以在藏身处种菜了。新手教程已完成，自由模式开启以后，将会出现随机品质的4种命运卡牌。本次命运卡牌纵欲，幸好这次还是岩石级的卡牌，但可惜同一个任务目标不能重复。算了，还是按原计划去夜莺看看。总会有办法消卡的。一个刚进10天的新人，排名直接提升到8599名，不是称号路径，那就是废土大逃杀成就或者黄金宝箱。但他新手保护期都没过，这2个都不可能。难道是奇物？他一个新人凭什么拿到奇物？艾特余恩藏身处，我出1000生存点买你升级秘诀行不？真不想理他，系统怎么没有拉黑功能？今天竟然有3条新闻，还有一张情报卡牌。情报卡牌洞察，使用后在30分钟内可获得洞察感知的效果。街区生活新闻，卡门开始暗中留意指挥官劳利斯的行踪。终于在跟踪几天后，确认了劳利斯会在每天深夜2点前往第6街区菲林大道。他想到以前也曾见到弗里斯前往那边。弗里斯的安全屋不在夜莺那边吗？菲林大道就在利森金融中心塔的旁边。晴晴十分惶恐，她的一个重要客户已经大半个月没有来了，这样下去，她将面临被淘汰的下场。而且，她在无意间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弗里斯是夜莺的常客，那夜莺背后定有警察署的人撑腰。那他会害怕什么？
极光动物协助会搜查11街区时，在斯普勒街道78号发现一具被残杀后绑在十字架上的流民尸体。传教士米勒十分欣赏这种艺术，认为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作品。协助会的人在扫荡11区，那马歇尔怎么办？要给他报信吗？不行，协助会的人还在搜查，现在撞上去太危险了。在没有把握前，我不能贸然行动，只能希望他有自己的应对手段了。咩咩，装备，先去探探夜莺的底细吧。这么晚了，居然还能看见警察署的人，是从夜莺的地下车库出来的。喂，以前没见过你啊，谁介绍你来的？尼克介绍我过来的。你跟我走吧。你知道规矩了，别惹事，明白吗？明白，明白的。您是大厅还是隔间？晴晴在吗？我想找晴晴。3件黄金或者10份食物，别的等价物资也可以。这些够吗？跟我来吧。进去吧，晴晴一会儿就来。大哥，你是第一次来吧？你是晴晴。谁陪您不是陪呢？你怎么又抢我客人？你还要不要脸？客人想选谁就选谁，什么叫抢你的？你就是晴晴，那你还记得尼克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尼克差不多有大半个月没来了。我要他。等一下，你走可以，把我的东西留下。好啊，你敢偷客人的东西，你死定了！吵什么呢？哥，你那偷客人的东西被抓现行了。赶快规矩，带走。救救我，客人，我知道错了。谢谢你选我，如果我再接不到客人，会有大麻烦的。过来坐，今天闭店前你都是我的吧？是的，今晚5点前我会陪你。对子，我赢了。你怎么又赢了？再来再来。我可是全服游戏榜第1，区区扑克牌怎么可能输？我又赢了。作为惩罚，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问题？放心，不是什么大事。我看你有点憔悴，想问问你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唉，说出来你应该也不会信。那天我上厕所，听见走廊里传来什么东西爬过的声音，就透过门缝看了一眼，结果就看到一条很粗的巨蛇从走廊爬过，最少有20-30米。我以为是幻觉，但走廊却有股腥臭味。我知道这很难相信，你就当我在说梦话吧。我相信你。你这些话有跟你们这的首领说过吗？莉莉丝妈妈很忙，我不想让她烦恼。我听说你们首领跟黑顿警察署的弗里斯是相好，刚刚警察署也来人了，让他们调查一下不就行了吗？就那个秃子也配是莉莉丝妈妈的相好，她的相好是梅姐，我看见他俩腻歪好几次了。我听说夜莺是警察署扶持的组织，怎么弗里斯还怕你们首领？这把手气真好，我这次肯定能赢你。我特意给你准备的牌，当然好了。警察署只是负责我们的安全而已，我们都归莉莉丝妈妈管。我今天跟你说的，你不要往外面传啊！我是看在你今天帮了我的份上才告诉你的。放心吧，我不会往外说的。好耶，我赢了。久违的打了一晚上的游戏，感觉真好。命运卡牌消除成功。果然，这也是欲望的一种。你该走了。你能不能帮我留意一下，今天警察署来的人是什么身份？还有弗里斯的安全屋在哪儿？如果你真能找到，我会给你更多。行，但我不保证能找到啊，只能尽力。客人，你还有什么事吗？在夜莺附近找到了跑步机，2级发电机可以建造了。在奥莱斯酒店发现了保险箱，还有下水道的巨型老鼠。我已经被他们发现，不是躲开就能相安无事。手机充电线、电脑充电线制作成功。我是宁哲，听着，约翰克动物园的问题远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动物实验只是他们的前置实验，他们的真正项目是灵性计划，目标就是人类。他们在用流浪汉和志愿者做活体实验。我刚刚看到一个人被注射某种液体后，体型变大，成为了一个怪物。我怀疑绿森警察署内部潜伏着协助会的人，千万小心黑日。灵性计划和人体实验，还有能镇压变异人的武力，
极光动物协助会真是深不可测。发现高价值物资，解锁区域事件权限，成就达成，特殊事件触发者。当前逃生处排名8499名。区域事件神秘的宗教仪式，事件等级白银，危险等级高。要求如下：第一，探索约翰克动物园，找到进入地下实验室的入口。第二，探索地下实验室，找到极光动物协助会的药剂样本。第三，观察并掌握极光动物协助会进行的宗教仪式流程。第四，掌握宗教仪式背后的隐秘线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报能触发区域事件？这是灵性适配人选莉莉丝。晴晴看见的蛇竟然是莉莉丝的，难道夜莺是协助会和警察署一同建立的组织？还是等晴晴的探查吧。先把宁哲搜集的实验室地图扫进去吧。想要完成事件，还是要借助命运馈赠的力量。再抽一次命运卡牌吧。报价居然还可以升级。本次命运卡牌生米品质青铜级，玩家7天内必须完成一次与生存无关的生米举动，消耗物资大于等于15万。幸好有这个，只要建造一次星空之镜，就能消掉奢米卡了。低空跳伞指南，阅读本书籍可获得低空跳伞操作知识，有小概率领悟特殊技能。没感觉到有学会了跳伞，还是要搞一个降落伞来尝试一下。蛋白农场，在人们的传统印象里，农场里养殖的是猪牛鸡，但在今天的许多现代化农业基地中，面包虫正在改变这一切。面包虫革命已经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更加绿色、高效、营养的未来。面包虫占地面积小，长得快，营养价值也高，看上去比你好养。绿森城市日报，有敌人。别杀我！你们是谁？怎么找到这里的？我们是舔血帮的人，最近怪物吃人的事频繁发生，我们损失惨重，就来寻找新的基地。遇到地铁内有一处坍塌缺口，就进入调查。没想到这里。把隧道的位置画出来。这个房间处理尸体倒是方便，总算能好好看报纸了。卡门这2天一直在寻找那只下水道老鼠的踪迹，他能明显察觉到劳丽丝对他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他内心对劳丽丝的恐惧也在与日俱增。劳丽丝每晚会独自经过菲林大道的消息，已经通过猎狗传到暴徒监狱，希望他们尽快行动吧。也就是说，明天暴徒监狱10有8九会在菲林大道袭击劳丽丝。昨天位于松山站与绿松站地铁隧道之间的戴约庇护所被一伙流民侵占，庇护所主人戴勒也被流民俘虏，威逼他加入组织。虽然很不舍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资料，但戴勒知道加入流民必然会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渊，他打算等流民熟睡后找机会逃走。松山站与绿松站中间的地铁隧道，走吧，面面，我们也该出去活动一下了。这群流民能找到藏身处边上，先把这里修好，回去再把火焰喷射器都做好，应该就不用担心藏身处的安全问题了。让你带个老头这么半天，磨磨蹭蹭干什么呢？催什么催？我操！你这该死的！能听到我说话吗？上面这人是你吗？是我，没想到我还能看见这篇报道啊！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那明明只是普通的一天。当时我正在进行研究，突然听到外面传来爆炸声，我根本不敢出去，见情况不对，就带着研究资料和面包虫来到这里。
本以为很快警察就会维持秩序，谁能想到混乱竟然持续到现在。教授，你是说最开始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你知道是什么势力吗？我不知道，只知道打得非常激烈。戴勒教授，你这里还有面包虫吗？虫卵也行。所有幼虫都让这帮人吃了，只有虫卵了。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怎么培育面包虫，您就当是我刚刚救了你的报酬，怎么样？说服技能发动中。你跟我来，这盒虫卵和培育箱你拿走吧，培育方法也在箱子里。谢谢教授。小伙子，过几天我这边新一批的面包虫就培育完成了，你到时候也可以过来。好的，我一定会来的。奇怪，我记得之前在蒙娜家里见过小型烘干机啊，找不到烘干机，面包虫可不好保存啊。啊，在这儿。恭喜获得菜谱迷迭香煎羊排，食用后1小时内获得体力加10%，体能消耗减半。必须亲手做，那只能等到以后有豢养羊的条件才用得上了。门口没有血迹，他应该还活着。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个贝斯伞？你要在街区跳伞？你疯了？不怕给暴徒当活靶子？你就说能不能做吧，最好是那种轻便能低空快速展开，操作灵活的。你不会还想说最好有一键收取功能吧？你当这是游戏装备啊？我只是工匠，不是你的许愿池，想做梦就回去睡觉。好吧，那你能做一个普通的贝斯伞吗？只要能低空快速展开就行。我以前一个朋友是跳伞爱好者，我之前正好帮他改造过。4天后你来拿吧。对了，你有认识的裁缝吗？不认识。你要做衣服？算是吧，既然你不认识就算了，我4天后再来。蒙娜姐之前就是服装设计师。算了，蒙娜姐都离开好几天了，先给她看看滑翔伞怎么弄吧，毕竟拿人手短啊。用资源回收垃圾桶，把用过的速干水泥还原成水泥之后，就能建造2级墙壁了。为了保存面包虫，要建造5级厨房，墙壁的等级也要往上提。是否开始建造3级通风复合通风管道？半个月过去，这个当初定下的短期目标总算是完成了。绿森企业之星探访民营企业家特伦斯先生。清泉之光酒店竟然是劳利斯家族的产业，弗里斯的安全屋多半就在酒店。城市海域新闻：昨夜铁锚水运公司的小型货船被不明势力袭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货船被炸毁。战斗的动静引来了不明生物的袭击，该不明生物不久前刚袭击过铁锚水运公司成员。公司表示一定会找出袭击者。怪鱼，这又是协助会的手笔，手竟然都伸到海域去了。今天凌晨4点，火焰骑士秘密进入绿森市，与暴徒监狱的人在黎明酒吧会合。他们计划在菲林大街直接对劳力士的战车进行精准爆破。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对这次的行动志在必得。现在暴徒监狱燃烧堡垒，注意力全在菲林大街上，今晚就是探索温泉酒店的最佳时机。今天刷新的额外情报是一本手札。阅读此书的人可获得狙击射击知识，有小概率领悟技能，精准射击、普通及小概率领悟技能，致命狙击，优秀。我现在没有狙击枪啊，只能希望今晚能趁乱拿走一把了。明明已经把消息给了猎狗，暴徒监狱却不行动。既然指望不上暴徒监狱，那就由我杀了他。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上面没有灰尘，说明这里经常有人来。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这里就是弗里斯和劳利斯的安全屋。系统，我要使用洞察卡。果然是密室，这么多物资，我发了。劳利斯果然囤了军火，现在这把狙击枪归我了。他替换的指挥者套装也在这儿，正好上一套衣服也破损了，这个套装来的正是时候。上锁了。这是警署内用的全市地图，甚至标注了各个城区重要部门的位置。
起获得绿森市城市地图，城市阴影称号路线获得阶段性推进，街区老鼠称号进阶为稀有，称号等级完美，成就达成完美主义者。当前藏身处排名7999名。这个锁的等级这么高，那只能等回去了再尝试开锁了。这些东西不好直接带走，都先上架淘淘洞吧。竟然有人卖高爆弹的制作图纸，一整套武器加200发子弹就能换到一张图纸。不管对面知不知道图纸的珍贵，这次都是便宜我了。时间差不多了，暴徒监狱针对劳利斯的袭击应该快开始了，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成功。先多搬几趟物资回去，然后就去金融塔看看吧。这场雨是计划外的，你们确定没问题吗？如果没有把握，我们首领没时间继续等了，今天晚上必须动手。放心，这点小雨，我们的燃烧骑士还不放在眼里。按照劳利斯的习惯，今晚2点他会出现在菲林大街。按手札上说的来看，这里合适的狙击点位应该有4个，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卡门。他怎么会来？他的位置是38号公寓。难道他不知道今天暴徒监狱会袭击劳利斯吗？看来是4潮卡的作用，让他想赶紧除掉劳利斯。本来还想着要不要找机会掺和一手，既然卡门来了，我就在这里看热闹好了。黑盾警察署竟然早有准备，那卡门他不知道。这是准备撤离了。你怎么会在这里？没想到你能联系到暴徒监狱的人，但他们这次的伏击已经失败，劳里斯的恐怖远超我们想象。你被排除出这次行动，这不是一个好兆头。他知道是我通知的暴徒监狱，怎么可能连猎狗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来找你有2个目的。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已经结盟，近期就会对警察署开战。神。第2个，我需要你帮我搞到一件装备。装备？什么装备？40毫米榴弹发射器，不需要榴弹，只要发射器就可以。只是下挂式榴弹发射器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找，但是不能保证。下挂式就可以。高爆炸药你能搞到吗？高爆炸药好搞，但一次也不会很多。他不会是要自己做枪榴弹吧？那我搞到之后怎么联系你？到时候你就在这栋建筑楼顶挂上一块白布，我看到后就会在凌晨1点来找你。对了，你知道极光动物协助会吗？极光动物协助会当然知道，他们在11街区的约翰克动物园，我们巡逻都不去那边，这是局长命令。总之他们不简单，你别去惹他们。果然他对警察署和协助会的关系一无所知。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突然提到极光动物协助会？难道把仓库升级到3级之后，空间大多了，不用担心物资放不下。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莉莉丝，夜鹰的首领，深夜偶尔出现，发现地点夜营地下室1层2层，这应该就是晴晴说的那条蛇吧？不会有错，就是同一条。劳利斯在调查的人是莉莉丝，甚至是偷偷调查，没有动用警察署的人力。难道他不知道莉莉丝就是协助会的人？但如果连劳里斯都不知道莉莉丝的情况，弗里斯怎么会为夜鹰提供保护？除非警察署的局长就是协助会的内奸。卡门也说保护协助会是局长的命令，所以劳里斯撞见了霍格的真面目，就开始调查。现在他盯上了莉莉丝的那条蛇，劳里斯的野心真是不小。罗梅，难道她就是晴晴口中的梅姐？弗里斯不可能一直待在夜鹰，莉莉丝的情报大概率就是罗梅透露给了弗里斯。警察署和夜鹰不过是协助会放在明面上的暴力机器和敛财工具而已。协助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算了，还是先看看今天的报纸吧。又是情报卡牌，现在协助会的消息迷雾重重，有了这张卡，离完成区域事件就更近了一步。昨天的战斗源于警察署抓到一名猎狗成员，
当时他正在监视黑盾警察署总署的情况。劳里斯得知自己的行动轨迹被暴徒监狱获悉，因此与老克指挥官商议后，决定调动一批人手守株待兔，进行反伏击。一个特殊物资的货箱被海浪冲到跳水崖附近，如有失主看到消息，请自行前往认领。2名负责观测伏击行动的暴徒势力劫掠者被人袭杀，这是近日内第3起暴徒监狱成员被人袭杀事件。暴徒监狱已经察觉到异常，他们怀疑与黑盾警察署有关。暴徒监狱和警察署的矛盾再次激化，或许战争来的会比我想象的要早。好好休息一下，今晚我们就去跳水崖。咩咩，停，这里有东西。街区老鼠技能发动中。找到了，这就是特殊物资。好诡异的蛋，这些是谁在做什么实验吗？不好，有人来了。咩咩，我们走。东西不见了，检查周围情况，通知首领。敌人带走了货物，逃进了街区。奇怪，追踪器怎么没有信号？怎么回事？货物呢？报告艾克主管，敌人在我们抵达前逃走，追踪器信号消失，目前无法锁定对方位置。给我搜，就算掘地3尺，也要给我找出来。城市最高点157层，真是高啊！黑盾警察署的总部原来就在这里。这个空着的房间总算派上用场了。奇珍星空之镜已经建造完成，青铜级奢米卡消除成功，命运点加2。命运点1，获得装备作战探测仪。装备功能显示观测目标等级、能量以及环境距离，显示1公里内的危险预警。没想到数据还能实时变化。要等到7天后才能获得第1个星象，7天后再来看看吧。在金融塔里找到的门，正好用来建造逃生通道。狡兔3窟，现在我也是拥有第1窟了。今天幸好有逃生密钥，才能逃过一劫。不对劲，为什么他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我打开柜子的时候来？竟然是电子追踪器。要是我没发现，将这个货柜带回藏身处打开的话，藏身处的位置就会暴露。他们没追到，应该是之前把东西上架到淘淘洞，隔绝了追踪信号。先看看 U 盘里面有什么吧。难道这就是灵性生物？当时我就已经有了，作为火焰长袍原材料的火焰狼皮，以及便携式电子仪器，这次或许是拿到灵性动物血液的机会。绿毛海藻是我们新发现的一种稀有藻类。目前实验证明它具有伤口快速愈合以及快速恢复体力的效果。这些粘液就是从绿毛海藻体内提取出来的。它的治疗效果立竿见影，食用价值也相当惊人。尼兹水箭龟的卵和绿毛海藻样本会随这批货物一起运回。保温箱可以让样本的生长频率降到最低，30天内都会保证足够活性。如果我没猜错，另一个 U 盘里就是。
是否将2个藏身处设施特殊路径添加至藏身处设施管理日志？果然，另一张 U 盘里就是海龟和海藻的培育方式，但现在缺少材料，建不了这2个特殊路径。视频里说30天内能保持活性，假定他们已经在海上运输了10天，那我必须在20天内建造出孵化巢和培育箱。新的卡牌，情报卡牌预兆：使用该卡牌将看到未来1天内与指定事件相关的一段命运画面，类似于预知吗？昨夜铁毛水云公司监测到丢失货柜内被激活的电子信号，只是在追踪过程中信号再次丢失。公司高层猜测，抢走他们货物的就是极光动物协助会的人。如果证实这个猜测，公司必将进行强烈反击。铁毛想要证据，那我就给他们证据，找机会把这个追踪器丢给极光动物协助会，看能不能祸水东野。猎狗组织的达尼昨天收到信号，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伏击黑盾警察署行动失败，怀疑是他们与黑盾警察署联合设计。现在向街区所有流民发放追杀令，每杀1名猎狗成员就能从暴徒监狱手里领取1份奖励。更要命的是，黑盾警察署同样对他们展开了追捕。达尼现在只能躲进15街区里的秋园地铁站隧道的联络通道中，希望逃过一劫。暴徒监狱和警察署现在都很躁动，或许战争很快就会爆发，那个时候协助会必然会出手帮助警察署，这就是我祸水东引的最好时机。昨夜，暴徒监狱迎来1名身份未知的神秘人，暴徒监狱首领哈巴尔以及副监狱长巴库一同前往迎接，态度恭敬。今早神秘人才离开，随后哈巴尔宣布暴徒监狱进入战前状态，巴库则赶往燃烧堡垒。一个能让暴徒监狱2个首领都那么恭敬对待的人，难道暴徒监狱后面还有人？东城的局势真是越来越复杂了。交代你的事办妥了吗？放心吧，老大。行，你巡逻去吧，注意安全。兄弟们都精着呢，老大你就放100个心吧。你来了，你这么尽心尽力，2天就找齐了东西，我当然要过来了。人物也有等级划分的吗？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东西我给你带来了，我想知道你上次为什么会询问极光动物协助会，他们和劳利斯有什么关系吗？他在觊觎极光动物协助会的一项技术，但协助会是他不能得罪的存在。至于其他情报，你最好现在不要知道太多，否则到时候你要面对的就不是劳利斯一个麻烦了。劳利斯今天推荐我负责侦查暴徒监狱的行动，他这是准备对你下手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他只要将我的行动透露出去，暴徒监狱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上次袭击劳利斯失败，暴徒监狱应该不会再轻举妄动。不过暴徒监狱背后疑似有另外一股势力操控，今天他们的副监狱长前往了燃烧堡垒，估计马上就要开始总攻了。你与其担心侦查时候出现变故，不如担心一下战争彻底爆发后该如何应对劳利斯的黑手才对。你是说暴徒监狱后面有另外一个势力操控？这怎么可能？信不信由你，说不定你们黑盾警察署也只不过是其他势力的打手呢。你说的难道是极光动物协助会？东西我拿走了，如果有暴徒监狱的最新情报，我会在这楼的墙上画一个黑色圆圈，到时候你自己去门口拿就行了。昨晚把卫生间和厨房都升级到了4级，虽然有点小，但功能都很齐全。制作台也顺利升到3级，可以制作高爆弹了。看看今天有什么情报吧。晴晴，如果真像他说的，弗里斯在这里有秘密住所的话，能知道情况的只有梅姐。但这几天梅姐并没有什么异常举动啊。她要去后门。前不久，我好像听到过弗里斯和梅姐的对话，当时他们说的好像是地下室。不管了，反正我已经找到了梅姐的去向，剩下的就不是我的事了。平时她可没少欺负我，死了更好。米勒一直在寻找上次那个疑似布置者的踪迹，今日凌晨，他终于顺利找到对方。他收对方为自己的学生，并赐名为佐伊。我记得佐伊的含义是从神而来的永恒的新生命，有意思。我也该继续抽取卡牌了。这个馈赠之前出现过，
现在竟然又出现了，这次可不能错过了。本次命运卡牌杀戮，岩石级的卡，等级有点低，但也行吧。这几天一直都在开这个破锁，等级究竟是有多高啊？发现高价值物资，2张稀有藏身处实施图纸，1张稀有制作台图纸，还不错。这本是劳瑞斯刑讯手段与审讯心理学的应用。恭喜领悟技能酷刑闪外。这么快，狙击和跳伞，我看了好几天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技能倒是领悟得快。酷刑闪外，在对目标进行审讯时，更容易找出破绽，发现情报。这个技能还不错，对接下来的行动有大用。R 系列，我记得宁哲电脑里记录的是 X 系列，难道说是协助会的实验样本？劳瑞斯还真是有点本事。面包虫也差不多都孵化了，该去找戴勒了。教授，是我。你总算来了，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快进来吧。你的那批虫卵孵化的怎么样了？已经孵化了，看样子状态都还不错。看来这次的面包虫适应能力很强，我的方向没错。你只要按照我的方法慢慢培养，用不了多长时间，面包虫绝对会给你带来大惊喜。好的，教授。我先走了，教授你也保重。暴徒监狱和警察署赶紧打起来吧，到时候没空管我们了。什么？技能酷刑闪外发动中。告诉我，你对暴徒监狱的了解有多少？我全都说。岩石级杀戮卡消除成功，命运点+1。那个流民知道的还挺多，居然连暴徒监狱的据点都问出来。情报已经送到，能不能发挥作用就看你们的了。你终于来了，我差点以为你在耍我的呢。怎么样，打听到什么消息了？我之前看到梅姐从后门离开，去了花雨巷。我记下了。还有吗？之前我听见过梅姐和弗里斯聊天，提到过一具地下室。另外，前几天来的人我也打听到了，听说是弗里斯的哥哥。那还有没有其他消息？比如他来这里的目的？你也太看得起我了，我只知道他是来找莉莉丝妈妈的，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花雨巷应该就是这样，罗梅给弗里斯提供情报，作为交换，弗里斯给他建了一个安全屋。我先走了。你就这么走了，不再待会儿吗？不了。就是这里了。在那本账本上提到过凯恩斯商场，而且花雨巷的尽头就是这里，再加上地下室这个信息，找到这里简直轻而易举。这里就是弗里斯最后一个安全屋了。这应该是罗梅最近找到的资料，但弗里斯一死，这东西也就没了价值。发现高价值物资。高价值物资，高价值物资，关押所的图纸。难道说他们要把莉莉丝抓着关起来？真够疯狂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都搬走了。哈，我的物资呢？我的枪！啊，对了，只要不把那东西拿走，我的研究
该死的，究竟是谁？知道这个安全屋的只有我和弗里斯，一定是杀了弗里斯的那个家伙。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必须得赶紧把仓库升级到4级了，不然刚刚找到的物资都没地方放了。杂志架到时间刷新了吧？海报，这是莉莉丝。果然，莉莉丝跟协助会脱不了干系。昨夜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悄然从南城黄金沙滩上岸，被一个名为血压的流民组织接应后，隐藏在了南城海滨别墅23号中。这么简短的新闻，却能达到青铜级，这群人一定不简单。暴徒监狱副监狱长巴库，昨夜已与燃烧堡垒首领维克托会面，决定于5天后对黑盾警察署进行全面进攻。今日凌晨，燃烧堡垒第一批火焰骑士在一名火焰祭司的带领下，进入绿森市北城第7街区斐乐酒店，与汉斯火焰骑士小队进行会合。此次进攻，双方进行了高度保密，具体战备情况，本报记者还未掌握。我昨天晚上才将极光动物协助会的情报告诉暴徒监狱的人，显然昨夜巴库和维克托制定计划的时候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现在那个消息应该已经传到暴徒监狱了，不知道他们之后会不会改变计划。什么？你再说一遍。昨晚我们在据点整理情报，听见砰的一声，等我出去的时候，门外就只剩下这个裹着石头的纸条了。行了，下去吧。你们现在全力调查约翰克动物园和夜莺的情况，我要在今天晚上前知道消息的准确性。另外，你们小队继续留守哈伦多旅店，有新的情报立刻送来。是，副监狱长。那我们要改变计划吗？黑盾警察署的后面还有势力，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只是没想到那个势力会是极光动物协助会。难道你真相信这来路不明的情报？向我们传递消息的人可能是警察署的人，也可能是警察署的敌人，但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第3种。这个人希望把水搅浑，让局面混乱起来，这样他才能浑水摸鱼。你来的挺准时吗？说好了是4天，那我肯定要准时来。这是你要的东西，你看看，怎么样？符合你的要求了吧？我很满意。其实时间还是太紧了，不然开伞时间还能再快点。对了，你能改造投掷物吗？手雷那种吗？是震撼弹。我想将威力削弱一些，近距离爆炸不会对身体造成永久伤害，短时间内却又能让人丧失行动能力。应该没问题，不过我只能试试。这里是5颗震撼弹。行，你过2天来拿就成。真是奇怪，第一次遇到有人要削弱武器威力的。在这停。怎么了，老大？我去解个手。战争就要开始了，他给我提供了一处暴徒监狱的情报哨点，让我看情况来化解劳里斯那边的危机。最后，他让我帮他调查血压。二子，我记得你之前是在南城混的，对吗？那你知道血压吗？血压？老大，你说的不会是哈里斯的那个血压吧？说说这个哈里斯和他的血压。这个人性格很古怪，还总跟一些穿得很奇特的人待在一起。你跟南城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有的。那你去给我办件事，打听血压现在的情况。我要他们的人员情况、据点位置，以及这2天接触了什么人，能做到吗？一会儿后备箱里的物资你都拿走，过程不重要，我只要结果。明白，老大，等我消息。血压。50米移动靶，射击成绩97环，评价优。今天总算把射击场建造出来了。大战将近，我也得提升下实力才行。卡门来消息了，形势真是复杂。昨天夜莺歌剧院的罗梅失踪，他应该是被暴徒监狱的人抓走了。
想必暴徒监狱对莉莉丝的情况也已经清楚。极光动物协助会这2天夜里发现有人在窥视他们，发现窥视者的就是那只渡鸦。窥视者的身份不出意外的话，就是铁毛水运公司和暴徒监狱的人。不枉我昨天特意把追踪器丢到动物园门口。而且有了渡鸦的出现，我提供给暴徒监狱的情报也得到了验证。昨天开始，警察署也进入了备战状态，显然他们也发现了什么。还有血鸭，卡门花了一大笔物资才从流民嘴里问出血鸭的情况，但那伙不明势力者却仍旧搞不清来路。今天的杂志架应该刷新了，希望今天报纸能有协助会的消息吧。警察署局长霍格是协助会的传教士吕伊的学生，但他最近已经起了反叛的心思。野心勃勃的米勒为了夺权，选择培养劳里斯，让他注射 R 系列药剂，获得了非人的力量。现在劳里斯的声望已经渐渐超越了霍克局长和老克指挥官，而这2人也有所察觉。劳里斯，非人的力量，难道现在我还干不掉他？不对，这个米勒明显是个激进派，或许这反而是个干掉劳里斯的机会。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水运公司达成合作，5天后进攻警察署，而且还有一个西城的新势力要来。战争的时间和势力都已经明确，是时候抽取新的命运卡牌了。恭喜获得点读机，通过点读机阅读书籍，提升领悟技能的成功率。有了这个，应该能领悟狙击和跳伞技能了。本次命运卡牌岩石级征服卡。征服卡，咪咪，今晚我们就出门去征服血鸭。那帮人真把我当跑腿的了，呸！根据卡门的情报，血鸭一共有13个人，那现在还有12个。老大，碎浪海域的人他们到底在找什么？他们不说，我们怎么帮他们找啊？是啊，老大，我们一直待在这里很危险啊。只要他们给我们物资，爱干嘛干嘛，管他们做什么，什么东西。12个都在这了，这就是哈里斯吧？咩咩，解除装备。咩咩，我们回东城。别装晕了，我知道你醒了。他怎么那么像？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就连手法都一模一样。技能复形闪外，发动中。我说，关于海滨别墅那伙人，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只知道是从碎浪海域过来的，似乎在找什么东西。带头的那个人叫李莎。你知道他们找什么吗？不知道，但是他们这2天提到去海边。你跟警察署的劳利斯有关系吗？劳利斯指挥官，他让我接引一个荒野掠夺者团伙，约好明天晚上接头。应该就是西城的那伙人。难道劳利斯还有计划？说，你还瞒了我什么？我说，大人，我说是物资。劳利斯给他们准备了物资，就在南城区东海岸大道28号的纽西莱会所。我已经全说了，放过我吧。命运卡牌岩石级征服卡消除成功，命运点+1，命运点2，获得强者的征服令牌。在击败一支人数不高于15人的队伍后，使用该令牌可强制征服他们。这就意味着我也能开始组建自己的势力了。距离建成天文台已经过去了7天，今天就是获取天象信息的日子了。天象，凶星闪烁可指认某个势力或个人为凶星，其他势力或个人将对凶星产生负面或敌对情绪，还能控制舆论。既然这样，系统，我要指认极光动物协助会为凶星势力。有了我给暴徒监狱的情报，现在再加上这张凶星卡，协助会也该全力以赴了吧？这个极光动物协助会真能忍啊！明明拥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却一直低调隐藏。如果不是那个突然出现的情报，贸然对黑盾警察署下手，只怕到时会被极光动物协助会一网打尽。巴库，怎么样？这次我们能赢吗？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他的底细，有铁毛水运公司的协助，还有大人提供给我们的支援，赢面很大。不管怎么说，这是大人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东城必须拿下。
好，我信你，我们这次一定能拿下东城。发现高价值物资，空气隔离净化系统和强制洗消间的图纸，应该是消防站自带的吧？剩下的这些是地图，不止南城的下水道和地铁隧道的图纸，还有西城的。没想到血压的偷渡业务范围还挺广。根据今天刷新的报纸，动物园新来了一个得力干将。凶星的传言也已经流传开来，而西城来的荒野掠夺者会在今晚10点离开这里。距离大战还有4天，再抽一张卡牌吧。魔术师的礼帽升级成功，道具拥有30立方米的空间，可自由取用物品和隐藏形态。让我看看这次抽到了什么牌。本次命运卡牌杀戮，玩家1周内必须杀死1名不低于青铜级的人类。青铜级的人类，这个究竟是怎么划分的呢？就连卡门都只是岩石级，估计青铜级必须是高层或者首领才行。绵绵，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又得出门了。头狼，最近绿森市的本土势力已经发现我们了，预计他们的耐心不会很久，我们必须做出反应。根据崔克的信息以及我们调查到的情况，黑盾警察署最近确实受到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的敌对，并且战绩不是太好。劳利斯作为黑盾警察署指挥官，按理来说他的安全根本不需要担心，现在却找到我们，显然他不放心黑盾警察署的人。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向他索要更高的报酬。我同意獠牙的想法，与物资比起来，目前承受的风险还在可控范围内，可以尝试。现在距离10点还有不到2个小时，这2个小时我们等了，但如果到了10点，接头人还没有来，必须立刻撤离。领路人，是我，这里不安全，你们被人盯上了。兄弟，这很没有礼貌，我是看在劳利斯大人的面子上。头狼，领路人来了，你们现在已经被梅伊联盟的人盯上，需要尽快跟我离开这里。劳利斯大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藏身之处。你是劳利斯的什么人？我不是他什么人，我是血压的人。我们老大是哈里斯，劳利斯大人不方便亲自接你们，这才找到我们。你们要是不愿意走，就自己留在这里，我可不会陪你们送死。所有人准备撤离。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地方。差不多够集中了，你们看，那是什么？系统，开始吧。触发关键节点，玩家获得一支人数大于等于10的队伍掌控权，解锁势力权限，崛起之路2级达成。藏身处排名更新，当前7789名。首领豺狼、头狼向您报道。首领豺狼、獠牙向您报道。起来吧，豺狼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以后我的代号就叫王。是王。你们先去东海岸大道28号纽西来会所，那里是劳利斯为你们准备的地方，角落有生存物资。他应该会在这2天与你们见面，只要确定是他本人，不要犹豫，直接干掉他。注意，他注射了基因改造药剂，拥有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要做到挫骨扬灰。我们怎么联系您呢？把纸条丢进会所大门右侧的那个下水道井盖中，我看到就会找你们。王，那您接下来要做什么呢？我要去一个地方，那里还有人在等我呢。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另一个包裹里是我给你搜集的其他东西，你应该用得上。谢了，帮我省了不少事情。这次这么着急见面，是暴徒监狱有变动。3天后，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就会对你们展开全面进攻，而铁毛水运公司会对极光动物协助会展开攻击。果然是这样吗？不用担心劳利斯，我做了一些安排。你能解决他？如果大战前我的安排起作用，他死了就皆大欢喜；如果没成功，就需要你冒险一下了。这里有关于劳利斯的一些情报，你利用好这个情报，保命应该没问题。到时候你想办法让劳利斯出现在几天后的战场，剩下的交给我。什么情报这么厉害？回去看，都是劳利斯准备以下课上的情报。另外，你们局长也不简单，别把自己搭进去。以下课上局长？难道劳利斯要杀了局长？
这次能不能解决劳利斯这个威胁，就看你的了。加油吧！你也一样。思潮卡牌激活成功，思潮对象卡门。免于恐惧的自由，全力去干吧，卡门。街区老鼠技能发动中。这里有高价值物资。好浓的血腥味，这种找到物资的直觉，强烈程度远超当时发现的海龟蛋和海藻。发现高价值物资，原来这就是灵性原液。区域事件里有一项是了解宗教仪式和隐秘，不知道拍照算不算？这是北城区和中心区的下水道图纸，加上卡门送来的这些，我现在不仅有绿森市完整的城市地图，还有了5大城区的所有下水道图纸。满足称号路线升级条件，获得称号街区阴影稀有，达成阴影中的王者成就。当前藏身处排名已更新6799名，算上刚刚收服豺狼小队的提升的210名，今天竟然已经升了1200名了。街区阴影的效果也提升了，5项技能，每一项都对我现在的状态非常有利。这次可真是要好好谢谢卡门了。报纸刷新了。铁毛水运公司发现渡鸦有察觉窥探者的能力，决定今晚在动物园南侧的里特住宅区进行诱杀，并带回尸体样本。董事长卡洛斯怀疑不久前袭击货船的怪物也跟极光动物协助会有关。记者已经调查清楚，几天前血压引进来的组织名叫座头鲸，是碎浪海域的霸主，因不满铁毛对岛屿上的海龟与海藻进行破坏性的采集，而袭击了铁毛的船。他们来到了绿森寻找袭击中遗失的货柜。但在昨天，他们从抓获的流民口中得知了协助会的存在，并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随后，西城的梅伊组织在猎狗口中也听说了协助会，也对协助会很感兴趣，委托猎狗全力调查协助会。雄星牌不愧是黄金级的卡，流言的范围和力度远超想象。现在协助会已经吸引了全城的目光，我不信这次还探不出它的虚实。制作台已经升级完毕，可以制作电子仪器了。接下来就要建造监控操作台。咩咩，咱们今晚得去趟动物园。街区阴影称号效果发动中，身体反应速度提高。窥视之眼称号技能发动中，看破对方弱点。不好意思了，这个人头我必须得请辞。恭喜击杀灵性生物，窥视渡鸦，柴文明图鉴柴解锁。窥视渡鸦，昊天之作出现的灵性生物，它的出现是文明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往往这个时候也是文明最容易覆灭的阶段。文明最容易覆灭的阶段，这不就是绿森市现在的状况吗？难道这是废土文明游戏对这个街区世界的总结？暂时不想这些事了。有了渡鸦的血，做了第一个灵性收集器，倒是挺成功的，大概搞明白了灵性动物在系统中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收集动物死时溢出的能量。积累一定能量就能得到一颗结晶，而有了结晶，就可以打造或者升级奇物了。监控也建造好了，以这里为中心，半径300米，可以设置最多50个摄像头。今天的杂志架又刷新了一张内幕卡，而且明天就是大战了。系统，我要使用预兆卡，看明天会发生什么。岩石级预兆卡使用成功。既然劳瑞斯出现在这里，那就说明卡的计划这么大手笔，协助会培养的灵性生物竟然这么强，这不是我的豺狼小队吗？他们要干什么？预兆卡使用完毕，真是越来越期待明天了。奇物工坊物品已制作完成，终于把火焰长袍裁成内甲。火焰狼皮内甲具有极强的防穿刺效果。受到火焰攻击时有3秒抵抗时间，还有点边角料，就做成战术靴和手套。去看看豺狼他们那边有没有消息。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的动静，黑盾警察署已经察觉，并且开始收缩战力，准备全力一战。劳利斯也在今天被霍格任命为前线总指挥。
劳利斯知道前线指挥的危险，甚至看出霍格对他的杀意，因此他明天会让豺狼混入警察署的队伍，去保护他。去跟豺狼他们交换一下情报吧。王，您怎么从这里进来了？我担心门口有劳利斯的眼线，你说说这2天的情况吧。劳利斯很谨慎，他没有直接与我们接触，找不到击杀他的机会。那他是怎么与你们联系的？还有你们信息里提到的，明天混进黑盾警察署又是什么情况？劳利斯送来一个对讲机和几块电池，我们通过对讲机联系。不过在对讲机中发现了一个窃听器，所以最近我们说话都很注意。今天下午，劳利斯通知我们明天混进黑盾警察署，保护他的安全。事后他会告诉我们一个物资点，那里有大量燃油和生存物资作为报酬。这话骗鬼还差不多。这些对讲机和耳麦拿好，加密频道在7748。明天暴徒监狱对黑盾警察署的战斗将会正式开始。你们正常执行劳利斯的安排。既然他给你们的任务是保护他的安全，那就离战场远点。你们不要太过靠近劳利斯，他如果暴露，必然会受到重点打击。他经过基因改造，拥有非人的治愈能力，不会死亡，但在恢复伤势前，他一定处于虚弱状态。你们的任务就是趁他受到攻击，最虚弱的时候将他带走，带到我的面前。我明白了。进行基因改造后的渡鸦是青铜级，那劳利斯是不是也变成青铜级了？杀戮卡的时限快到了，我必须得给自己留个后手。被选中了，就是去送死啊！是啊，但我们也没办法反抗。按劳利斯的性格，他一定会选我去送死。卡门，你也去。果然。卡门，局长找你，快点过来。是。劳利斯，卡门被局长安排了更加重要的任务，人我就带走了。今天的报纸不出意外，应该都是大战的事吧？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决定从今天开始争夺东城的控制权。副监狱长巴库考虑到协助会和夜鹰的眼睛王蛇的威胁，他们决定正面进攻协助会，牵制其战斗力量，为铁毛水运公司创造条件。那协助会那边呢？传教士绿衣因为自己的灵性动物渡鸦的死亡陷入了疯狂。他现在严重怀疑这是暴徒监狱和燃烧堡垒的手笔。不错，祸水东也很有效。现在他们完全已经互相盯上了。劳利斯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官，这让他心里产生了一丝危机。他从米勒口中得知，霍格的靠山绿衣已经因为爱鸟的死亡陷入疯狂。他现在无法直接与绿衣发生冲突，只能让劳利斯自己努力撑过这次危机。米勒让他相信翁源基因药剂提供的强大再生能力，并好好把握这次提高声望的机会。没有铁毛水运公司的内容，系统，我要使用岩石级内幕卡。这项是铁毛水运公司对动物园的行动计划。岩石级内幕卡使用成功。真正的进攻点是南门，目标很明确，是奔着地下室去的。这是铁毛标出的3个怀疑的地下室入口地点里，竟然真的有真正的入口。海洋水族馆，我完全是靠着宁哲的资料才知道这些，但是铁毛只通过推测就能锁定范围，确实厉害。咩咩，我们该出发了。劳利斯指挥官发现暴徒监狱大量劫掠者和战车驶向第10街区。他们怎么会去第10街区？劳利斯，听得见吗？听得见，局长。收到情报，暴徒监狱准备从第10街区进入11街区，立刻拦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是，局长。他们的目标居然是极光动物协助会。通知下去，所有人全速向第10街区前进。这次一定要将暴徒监狱那群崽子们打得屁滚尿流。让他去吧，我不希望劳利斯活着回来。如果他做不到，那就没有保护的价值了。是，局长。记住，你的机会只有1次。如果失败，你应该清楚没有价值的人是什么下场。是，老克指挥官。当然，这也是个机会。劳利斯死了，
指挥官的位置就会空出一个。老大，别说了，拿上东西，我们走。你们不要参战，保持在我50米的范围内。如果我遇到危险或者受到攻击，等攻击结束后找到我，并带到安全的地方。明白，副主。只是如果你遭到攻击，我们的酬劳不需要担心。你们将我带到安全的地方，自然会告诉你们。猴狼，这是什么意思？他乘坐的装甲车如果都遭到攻击，他难道能活下来？獠牙，雇主的情况我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只需要完成雇主的命令，其他的不是我们该问的。是，我知道了。还算有自知之明。可惜到时候知道我秘密的人都得死。还真和王猜测的一样，劳利斯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保护他离开。按昨晚王的计划，我们远离战斗主场，等劳利斯受到攻击后，将他的身体带离战场，前往11街区与王会合。收到。所有人，准备战斗！指挥官也是演示级，难道这个不是根据职位划分的？这下麻烦了，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豺狼和劳里斯。有强大生物在靠近，他就是绿衣吗？总算找到目标了。王，快递已经取到，正在送往目的地。他们接到劳利斯了，卡门。糟了，他们之间不认识。猴狼，你们身后有2条稳当，不过其中一个算是我们的盟友，把他们一起带走。盟友，我明白了。致命狙击，精准射击技能发动中。命运卡牌，青铜级杀戮卡消除成功。接下来，只要顺利落地。该死的，现在离降落只有不到10秒，怎么办？要跟他同归于尽吗？有人在帮我，是他。必须得破坏他脑子里的芯片。文明图鉴已更新。王豺狼小队已经抵达目标位置，3件快递全部送达。我马上到。3件，他们把卡门也带来了。头狼，他什么情况？刚把他从装甲车中拖出来的时候，他还全身焦黑，手臂也断掉1截。但不过10几分钟，他身上的黑皮就已经褪去，甚至那截断掉的手臂也开始长出肉芽。断肢重生，萌源基因改造药剂，永远把它烧掉。本来还想从劳利斯嘴里问出点情报，但算了，还是尽快把它解决掉比较安心。头狼，把劳利斯身上的指挥官臂章给我。卡门，你什么情况？被派任务了。所以，这些就是你的安排。劳利斯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有这样一个敌人，他活着1天，我就如芒在背，怎么可能放过他？确实，将你当作敌人，是他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文明图鉴已更新，人类荣命源基因改造体。劳利斯的灵性因子等级和数据都比杜鸦高太多。劳利斯已经死，你一会儿可以带着他的尸体回去交差。不过，二子，你先回避一下。是，老大。霍格在极光动物协助会的靠山死了，极光动物协助会盯着霍格局长位置的还有其他人。最近或许有所动作，你自己小心。我明白，
我们之间的合作还算愉快，我不希望你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我也是，你保重。二子，我们走。接下来就该去看看那个地下实验室了。没有呼吸了，这身衣服我就拿走了。那是，看来莉莉丝已经来了。所有人识别名牌都带好，被试验品当成攻击目标，只能自己倒霉。原来带着这个名牌就不会被动物攻击。地下室的入口，区域世界神秘的宗教仪式已完成。他们身上的胸牌跟我身上的不一样，我应该是没有权限进去的。协助会现在只放弃了一些失败的任务，真正参战的只有眼镜王蛇，而且这些协助会根本不行。激活情报卡牌战术，使用该卡牌可以洞悉敌人战术安排，以及增加己方战术的成功率。势敌已弱，趁此机会把那些隐藏的暗地的势力全部印出来，再一网打尽。今天就是一场杀鸡儆猴的鸿门宴，等到那些不安分的势力全部冒头，协助会就会进行收兵。该死，那我的任务怎么办？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再想进来就难如登天了。只能用老办法了，闹出点混乱来，乘其浑水摸鱼。白银级任务真是要命啊！既然水运公司不给力，那我就自己来。通知莉莉丝立刻撤离，稳定受宠的情绪波动。什么情况？报告，水族馆发生连续爆炸，原因正在调查。安保部队已经出动，即将封锁实验入口，防御武器系统已占据总能源系统的92%以上。是否调动一部分电力，重新激活身份验证系统，追踪潜入者？反击即将开始，防御武器系统的电力支援不能停。至于那只老鼠，佐伊，你去吧，将那个入侵者找出来，然后干掉。是，老师。终于抓到一个内部人员，换上衣服了，抓紧去找实验室吧。莉莉丝，她不是在上面战斗吗？怎么会在这里？谨慎起见，还是快走吧。这是劳丽丝身上的味道，还有极其浓郁的血腥气息，下水道的臭味、焦糊味。入侵者正好蛇王在治疗，闲得没事做呢。这是街区阴影的危险感知。我被人盯上了，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广播，但是这种被毒蛇盯上的感觉不会骗我。现在如果抓到劳丽丝的一些把柄，之后再与劳丽丝以及她背后的那位大人接触时，才能获得更多好处，甚至取代劳丽丝成为米勒传教士的手下。莉莉丝大人，我是佐伊，方便陪你查看一下吗？毕竟老师给我任务就是肃清入侵者。原来你就是米勒大人新收的学生啊！其实我就是想去转转地下机房通道，毕竟蛇王还在治疗，闲着也是闲着。那就一起吧，正好我也对莉莉丝大人管理的夜莺十分好奇，想找您聊聊。找我聊夜莺？小心了，他就在前面，留条命我有用。莉莉丝，现在就杀了他！你为什么？快跟我走！是我，蒙娜。蒙娜，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现在跟好我。等一下，走吧。莉莉丝的死亡必然会引起他的眼镜王蛇的暴动，现在是你离开这里的最好时机，我想办法送你离开。不行，我必须拿到动物变异药剂和人类基因药剂样本才行。你我身上现在都携带着莉莉丝的气息，如果等眼镜王蛇重新被控制，很快就能通过这些味道锁定你我的位置。我还好说，但你的身份在这里很危险。之前莉莉丝应该就是感应到你身上某种气味，才一路追踪过去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是不是只要将气味清除，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传教士米勒的学生，地位高于组织一般人。如果能够清除气味的话，我能保证他们查不到你。你就是佐伊，我有办法，你跟我来。